监狱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？他们有娱乐活动吗？洗澡时肥皂掉了，到底会不会捡呢？阅片无数的老司机们应该都知道，有种分类叫监狱片。顾名思义，就是场景在监狱，主角是囚犯或者狱警什么的，做着一些很黄很暴力的事情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影视剧就和童话一样，都是骗人的。那么，监狱中的囚犯到底是如何解决自己的需求呢？今天让我们走进真实世界中的监狱，看看那些囚犯们是如何解决自己越压抑就越旺盛的生理需求的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热心读者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在节目开始前，麻烦帮忙点个赞并关注一下吧，谢谢了。首先要介绍的就是美国男子监狱，这里最盛行的风气就是撸也犯法。众所周知，被收监的人没有完整人权，而在美国，囚犯们甚至连用手解决生理欲望都是违法的，一旦被抓到就会死得很惨。读者第一次听到这规定时也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美国监狱之所以不让打飞机，其实是有理由的，目的是为了保护犯人和监狱工作人员的安全。打个飞机还能威胁安全？事实还真就是这样。美国人认为打飞机这种行为是非常私密且具有冒犯性的，很有可能诱发性侵或者暴力行为。比如当某个囚犯在浴室全神贯注打飞机时，很有可能掉落的肥皂就会被别人盯上。读者刚才说了，一旦被抓到打飞机，犯人们会死得很惨。就像之前美国鼎鼎大名的黑帮东日山港的老大詹姆斯·约瑟夫·巴尔杰，老头已经89岁了，当年位列 FBI 10大抓捕要犯的第2名，危险性仅次于本拉登。然而这样一位硬汉老头在服刑期间的某个凌晨3点，自个儿在牢房里打飞机时，不幸被看监控的狱警撞了个正着，因而被判处单独监禁1个月。搞笑的是，老头本人觉得自己简直比窦娥还冤呢。他说自己早就撸不动了，被抓时只是在给丁丁擦爽身粉。不过尽管打飞机在美国监狱被管控得非常严格，私下里仍然还是有很多载着欲望的飞机前赴后继地偷偷发射，只不过他们更隐蔽更低调也更谨慎。而在美国监狱里，最值钱的商品不是烟草或违禁品，也不是方便面和老干妈，而是小黄书。美国监狱里十分流行的那种复印的成人杂志，来源则是想赚些外快的狱警。一本高质量杂志能被卖到$200，如果哪个囚犯有能耐带进了一个下满了小电影的硬盘，那他就能成为监狱的老大。通常这些囚犯会借助小黄书，然后躺在床上，关上灯，盖好被子，几乎毫无动静的悄无声息地进行这项运动，事后还会若无其事地打扫好战场，不留下丝毫证据。因此在美国监狱，快感是留给那些勇气与智慧并存的人的。说完美国，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监狱。读者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国内的监狱一般没有流传中的那么混乱，什么狱霸凌辱新人、洗脸捡肥皂之类的，真的只是传说。中国大部分监狱还是普照着社会主义的光芒的。一部监狱服刑人员行为规范，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邪恶小火苗都压得死死的。毕竟谁敢惹事儿，可是要加重刑罚的。对于一些只判了3年以上7年以下的人来说，他们可都盼着早一天恢复自由呢。当然不会为了义气平白无故让自己喜提加刑礼包。大概10年前，中国有一些地区的监狱曾经试点推行过一段时间的夫妻房，当时人们都戏称它为炮楼，就是犯人家属来探监时，在提供结婚证的情况下可以同房一段时间。但在实操中，夫妻房还是存在一些问题。一来过去核实身份有困难，在还没全民联网那些年，要是一不小心放进去个假结婚证，那不就成了到监狱里嫖了。二来夫妻房有着携带违禁品的可能，毕竟清朝人都能人体藏几十斤的银锭，现代人偷藏个手机也太正常了。所以没几年，这一福利就被迫取消了。没了夫妻房的囚犯们只好自力更生，就着一些带图的杂志锻炼起自己的手部力量。其实在中国，男犯同性恋的比例真的很低。尽管几年前新的行为规范已把监狱里禁止同性恋一条删掉，但在大部分狱警和罪犯眼里，还是会觉得同性恋是一种严重的羞耻行为。不过在女犯监狱，同性恋比例则高出很多，而出现同性恋情况后，监狱管束手段其实也很简单粗暴。一般来讲，就是将2人调离，安排包夹监控，再组织心理辅导。而且在4处都是电子眼且基本没有私人空间的牢房里，还能存有对原始欲望的强烈幻想，想想也真是挺不容易的。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到日本，
在性产业高度发达的日本，即使在监狱里，犯人们也可以用自己的钱来购买书籍充实自身。要知道，日本的小电影和本子可是能够正大光明的拿出来卖的，所以监狱里提供小黄书和漫画也很正常。但是各位应该很难想到，日本男囚犯到底有多饥渴。曾经有个进过监狱的作家表示，在日本男监，任何女性或者类似生理构造的东西都可以勾引起犯人的冲动。他们在狱中很难见到真正的女人，因此香蕉就成了日本男囚犯最青睐的东西。有人可能会好奇，香蕉有什么用？日本的囚犯通常会收集餐厅的保鲜膜，把香蕉包裹起来，然后隔着香蕉皮将里面的果肉捏碎，最后再掏出个口子，这样一来，一个简易的杯子就做好了。深夜中，也不知道多少日本青年用这种东西发泄了无法按耐的欲望。不过香蕉用法各位听听就好，可千万不要好奇的模仿，毕竟要是被发现的话，很容易喜提社死。最后一个要介绍的就是罗马尼亚，海上有轮船民航，水手们站在大海面前互相取悦的风流故事。而罗马尼亚的监狱有罪犯饥渴成疾，下意识忍不住侵犯同性的私密心理。说白了，人类本质上也是动物，割舍不了一些原始具备的本能。而脑子的好处在于能思考问题，也可以玩出更多的新鲜花样，体验更大的刺激。政府检测不到迷失在航线上的船员，但至少可以把慈悲的手伸向监狱。因此罗马尼亚和中国一样，也设置了炮房。黄色豹纹的窗帘和桌布给狭窄的爱之囚室带来狂野，红色的门帘在显得喜庆的同时，也刺激了久旱的罪人们干涸的心。这是高墙内人性的光辉，它阻止了同性操戈的悲剧。一些支持炮房议案的心理学家认为，同性相吸会导致人的生理心理阴阳失调，始终不是发泄的正道，而隔着玻璃用电话倾诉缓解不了身体的相思之苦。看得见摸不着，让人内心憋屈，容易使人悔恨，从而把自己逼上绝路。所以只有当真正的汗水交汇在情感的仪式中，全部的爱意融化在冰冷的铁栏杆后，久逢甘霖的心才不会异动得那么浮躁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结婚的囚犯能释放，那没结婚的怎么办呢？白白少个福利？当然不是这样。在罗马尼亚，没结婚的囚犯也可以联系一些旧识，甚至花钱让朋友找风俗女送到监狱。同时在结束后还要打扫房间，所有东西必须归位。打扫完毕后会有专职人员前来检验，要是不合格就会被取消下一次的资格。考虑到了已婚人士和单身狗两者之间情况的差异，个别罗马尼亚一些监狱对于炮房的时间规划做出了一些科学调整。在盖尔拉的最高安全监狱，结婚的1个月有12小时，没结婚的就惨了，3个月只能有2小时。所以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解决生理的需求，然后整理房间，根本没有什么富裕节目，进屋就是埋头苦干。炮房为监狱里冰冷的铁窗生涯带来一丝罗曼蒂克，这种人性化一定程度上软化了囚犯们的铁石心肠，为管理带来了很多便利。囚犯们之间的性侵减少很多，在监狱里相识的情侣也不会再因为洗澡时偷欢而被殴打。罗马尼亚的某监狱长曾经自豪地表示，看了这么多国家监狱解决需求的方式后，不知道大家觉得哪一个最人性化呢？反正不管哪一个也好，在监狱里肯定是比不上自由身的。所以哪怕是为了能够肆无忌惮地解决需求，大家也要洁身自好，千万不要触碰法律红线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